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又到瑞克和莫蒂的时间了。今天是莫蒂提裤子不认人事件，你老实点吧，上集才说你成长点了，这一集又开始了。今天的灭世小故事源于贝斯工作的地方。这个周末，一家人决定去看电影，但贝斯却被工作拖住，莫蒂只好在医院内等他。就在贝斯换手术服时，莫蒂打开了房间里蠕动的机器，这是护士用来取马蝌蚪的东西。莫蒂看着那玩意儿，灵机一动，决定来这里当志愿者。一周后，进入贤者时光的莫蒂在屋顶晒太阳，低头就看见瑞克老爷滚了一桶眼熟的东西进来，莫蒂顿时就慌了，连忙问老爷：“你个老不正经的，拿着东西干嘛？”瑞克回他：“你懂个屁！你老爷我最近在和地下马人干架，这桶马的液是拿来做实验的。小屁孩闪一边去，我要检查这是不是真的马液。”莫蒂当了一周的志愿者，那玩意儿是不是真的，他还能不清楚吗？机器都不知道被他骑了多少回了。为了不社死，莫蒂连哄带骗，让老爷停止了检查，直接对那桶东西动手。老爷被他敏感的心思烦得不行，立刻按下按钮，机器一亮，莫蒂天旋地转。等他醒来，外面就是荒野求生大逃杀频道，大蝌蚪到处杀人。老爷一边带着他躲开蝌蚪，一边一枪一个，浑然不知这些玩意儿就是自己的曾外孙。在一家人逃亡的路上，莫蒂和老爷各怀鬼胎，一个心虚，一个不想被发现自己做实验失败导致大蝌蚪出现。在贝斯的逼问下，老爷只好说此乃外星蝌蚪，与我地球无关。母女大受震撼，随后蝌蚪撞上他们的车辆，撕碎了车顶，张开血盆大口就要咬老爷，却被总统派来的人当场击毙。一家人都被带去了白宫。路上，老爷和莫蒂达成共识，莫蒂认为他和老爷是一条线上的蚂蚱。总统听见这个太空蝌蚪也陷入了震撼，不过他认为这件事要么就是瑞克做的，要么就是地下马人做的。爷孙俩异口同声：对，您真是聪明过人，就是地马干的好事儿。总统抓住莫蒂又问了一遍，这才解除了无人机对瑞克的射击指令，宣布和地马开战，并且叫来了蝌蚪研究专家。这人一来就表示自己已经跟踪这些玩意儿很久了，推算出这些大蝌蚪会在美国大峡谷建立基地。在场众人包括夏末丝毫不觉得意外，唯有贝斯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去大峡谷，因为那里裂开了一条缝吗？或许本性就刻在 DNA 里，连大蝌蚪都知道要找那种地方。确定了大蝌蚪的位置后，这位男蝌蚪专家还带来了一只活的大蝌蚪，准备提取它的 DNA 查明真相。莫蒂看得冷汗直流，立刻拔枪射杀了大蝌蚪，并大喊着：“蝌蚪持枪，我正当防卫，无罪。”可以，这很美国国情。解救完大蝌蚪，莫蒂怕总统他们再查到什么，决定先下手为强，让总统给个核弹，他和老爷去炸了这个峡谷，想办法毁尸灭迹。夏末也想加入其中，总统称其勇气可嘉，但是他看不起女人，以蝌蚪方的老大不会是个性感的会打拳的女蝌蚪为理由，果断拒绝了夏末。飞机上，爷孙二人嘀嘀咕咕地看着机组人员，除了海豹突击队之外，还混进了一个像是中日混血款绝地武士角色。他俩打赌，这家伙绝对是个王者。还没等他俩定下赌约，军机突然被大蝌蚪做的抛石机给砸出了个大洞来。请问这波是手榴弹炸飞机吗？莫蒂刚背上伞包就被气流卷下飞机，看着飞机坠毁在峡谷里，一机组人只剩下了队长和绝地武士以及爷孙俩。偏偏祸不单行，就在四人商量计划之时，还被大蝌蚪包围，队长自爆壮烈牺牲。冲击波将莫蒂掀飞到山坡下方，在那里莫蒂看见了一只长了2条腿的粉色蝌蚪，一人一斤，对视一眼都知道他们是亲属关系。莫蒂给粉蝌蚪取名年年，并且搬开了压着他的石头。面对老爷的追杀，莫蒂挺身而出，阻止了老爷的攻击，放走了年年。老爷大无语。这时绝地武士站了出来，他深沉的言行举止吸引了爷孙俩的注意，靠着绝地武士的嗅觉，他们找到了大蝌蚪的聚集洞穴。可就在老爷忙着安装炸弹时，一群大蝌蚪发现了3人，绝地武士立刻站在俩人身前，他让莫蒂和老爷先撤退，自己留下来拖住这些蝌蚪。你赴死的姿态十分帅气，但是你把刀插在天花板上的样子真的很逊哎。武器卡在山洞上方，绝地武士只好在原地蹦跶，试图将刀拽下来，结果刀没拽下来，他的裤子先一步落地，露出了性感的骚紫色丁字裤。莫蒂和老爷后退一步，绝地武士却认为这很正常，转身想要解释，就被自己裤子绊倒。此时卡在上方的刀落了下来，将他捅了个对穿。生命的最后一刻，绝地武士希望莫蒂不要告诉他的老婆自己穿了丁字裤的事情，然后他拿着自己老婆的杂志照片，准备再嗨一次。一旁
旁的大蝌蚪都看不下去了，把他给分食干净。失算了，王者变青铜，爷孙俩连忙撤退。可惜另一批蝌蚪已经堵住了他们的去路，并且还拆下了老爷一路过来安装的炸弹。瑞克连忙掏枪，却晚了一步，被蝌蚪粘液给封在了原地。蝌蚪群中走出了一个蝌蚪女王，她打开岩洞后方的大门，那里有贝斯医院里用来取马液的机器和瑞克之前用来做实验的道具。他告诉瑞克，他们要制造蝌蚪大军。老爷冷笑一声，那你还得找一匹马。然而蝌蚪女王对着莫蒂就是一声父亲，这下老爷还有啥不明白的？面对如此不争气的孙子，老爷只好躺平，任由蝌蚪女王用机器从莫蒂身上提取蝌蚪大军。就在这时，先前逃走的年年轰开墙面，尾巴卷起石头砸碎了控制老爷的水晶。不过女王一脚踹飞了老爷和年年，嘲讽俩人是打不赢他的，因为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会打拳的女人来。但是年年靠着2只尾巴的优势，成功将莫蒂解放出来。没了人质，老爷抄着莫蒂的裤子勒晕了蝌蚪女王，爷孙俩按好炸弹准备撤离。下一刻，整个峡谷里的大蝌蚪们倾巢而出，像是疯狗一样朝着赌城跑去。原来就在莫蒂他们决战大峡谷的时候，夏末在白宫里就说了，既然这些蝌蚪会追求大峡谷，那肯定也会对卵子感兴趣，于是提出放大一个卵子吸引蝌蚪们出来，再通过机器将蝌蚪们和卵子一起送出地球。总统听后不屑一顾，但是隔壁男专家重新复述了一遍夏末的提议，总统立刻抓着专家的手，决定将诺贝尔奖颁发给这位天才。夏末翻了个白眼儿，这时贝斯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恭喜你，你现在是个女人了。但夏末还是捐出了一颗自己的卵子，被机器放大之后搁在了三角飞船上方。总统表彰了专家和表演团，就是只口不提夏末的功劳，只因为她是个女人。这个提议确实有用，如果蝌蚪们真的是外星蝌蚪就好了。于是莫蒂的一通电话使得所有人都慌乱了起来，毕竟如果一个不小心蝌蚪真的进入卵子了，那可就是个巨大的畸形宝宝了。这时众人的视线看向了专家，专家想不出法子，直接和这个操蛋的世界说拜拜了。总统只好紧急下令，让士兵们在赌城的墙外洒满可乐，准备防御蝌蚪们进攻。另一边电话还没打完，莫蒂的手机就被地马一族给戳烂了。爷孙俩和年年被捆着去见了地马国王，地马国王怒斥老爷居然睡了他的女儿地马的公主，老爷这才想起说有这么回事儿。国王一怒之下决定将爷孙俩绑起来煮熟吃掉，但是公主却赶到了现场，说自己已经爱上了瑞克，并且还怀孕了。为了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，公主宣布赦免老爷，并且要求地马和人类交好。至于外界，因为大蝌蚪们全部朝着巨型卵子冲了过来，也不知道这群士兵是蠢还是自信。甭管贝斯和夏末如何提醒有危险，对方都是一句哦，男人的事情女人不用操心，结果就被绑着炸弹的蝌蚪给炸死了。蝌蚪们穿过可乐墙，夏末受不了这群人性别歧视了，带着贝斯跳上了蝌蚪的后背，两个女人一路骑着蝌蚪杀死了所有靠近追逐他们的大蝌蚪。而此时地马公主带着士兵们前来支援，所有在现场的人纷纷开始屠杀蝌蚪大战，那场面简直就是牛妈妈给牛开门，牛到家了。而解决了蝌蚪们靠近后，夏末跳下蝌蚪的尸体对贝斯道，我以后一定做好安全措施，就是走后门也会做防护。贝斯感觉信息量好大，决定晚上和闺女好好谈谈。就在这时，夏末发现蝌蚪女王正在靠近巨大卵子，莫蒂见状立刻派出了年年，蝌蚪女王被年年一个撞击推下了高塔，在众人的欢呼声里，年年直接冲进了卵子，顿时所有人愣住。夏末立刻举起火箭筒就要击毁这个孽种，却被总统义正言辞的拦下了。现在是选举时期，这是个生命，你不能杀他。贝斯都要疯了，咋的？你还想给老子整个孙子出来？不过总统却按下了发射器，将孩子送往了太空，事情看似解决了，实际上就是总统甩了锅。而绝地武士的老婆也找到了莫蒂，他希望莫蒂能如实告诉他绝地武士在死前是否穿着自己的丁字裤。莫蒂想了想今天撒谎后惹出的事，于是实话实说，他穿了，并且还是骚紫色。绝地武士的老婆被恶心的当场离开。老爷因为地马公主怀了孩子，并且还帮助了自己，决定和她好好发展感情。结果公主生下孩子之后，直接带着不需要抚养的崽走了，只留下老爷愣在原地。这集的彩蛋是被送上太空的孩子。美国的宇航员
员正在谈论家里的情况，他以为自己抛妻弃子来到太空后就不会看见让他良心作痛的存在了，谁知道下一刻一个巨大的孩子出现在面前，宇航员被当作玩具抓在手里把玩起来。这集的故事有些不太合适展开讲，不是不想讲，害怕过不了审。其实通篇下来，从莫蒂爽完不愿意承认，最后被揭穿，到老爷和蒂玛公主的事情，其实可以看出来，蒂玛公主对老爷感情也就一般，孩子出生有母亲，父亲这个存在在这里似乎可有可无。等到当爹的想起来还有孩子这么一回事儿后，孩子已经可以独立生活了。另外就是夏末被总统性别上做文章的事情了，一个拿生命做借口的总统，却在夏末第一个提出解决方案时不闻不问，在另一个性别为男的科学家重复一遍后，却大肆夸赞并且要送上诺贝尔奖。有些工作岗位又何尝不是如此呢？其实这集的内容还不少，推荐大家看完解说可以再去看看原剧，信息含量巨大。至于老爷的实力和感情方面，官方恐怕会有藏什么伏笔在里面。这一季老爷吃鳖吃了不少了吧？那么喜欢本视频的观众老爷们，记得评论、点赞、收藏哦！我是妮妮家的汉堡，我们下期再见。